一开始他比较成熟稳重，也是我喜欢的一些，然后就慢慢开始教我。他比我小，其实平时他都是照顾我比较多，然后让我也很感动，让我很幸福。我想跟他呢结婚，然后趁早呢要生一个孩子。他越来越就是说逼着我结婚，像洗脑似的，每天非得用尽各种手段，步步紧逼那种。对于结婚这事儿，我挺逃避吧。我觉得应该等着两个人的工作都稳定，条件都成熟再结婚也不晚。今天呢，我想来到这儿呢，我把我心里的话呢全部都跟他说清楚。我也想知道他心里面的真实的想法。他这种做法让我已经很应接不暇，超脱不了的感觉。我实在是不想再这样了。如果他要是非逼我结婚的话，那也只能是跟他分手。在看小片之前，我跟大家交代过，2014爱宝有一些新的变化。这个变化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对走进我们节目捍卫自己爱情的嘉宾朋友，都会在节目之前带来一只密码箱。这个密码箱里尘封着这对恋人没有对对方讲的一个秘密。在这个秘密当中，可能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关键点，也可能这个秘密被对方看到之后冰释前嫌，或者他们的爱情就会灰飞烟灭。今天的这对嘉宾就带来了他们的情感秘密的箱子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嘉宾朋友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卡27岁，来自唐山，职业销售；女主人公小秦32岁，来自唐山，是一名职员。大家已经见到他们了，也知道他们身边那口箱子。那么我要问的是，两位，你们愿意把你们的秘密在一定的时候向大家公布吗？愿意？愿意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我其实好期待，这个密码箱里的秘密究竟是什么？但是我们先把秘密放在一边，因为可能我们更关注的焦点是那份爱情。交往几年了？交往2年多了。短片里面他说你要逼他结婚，是吗？也不算逼，我认为2年了，应该有一个家了。第一次提出结婚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？1年前的时候，我说咱俩恋爱也1年了，该琢磨琢磨结婚的事儿了吧？就是当初我跟他说的很明白很清楚，就是我们2个交往因为存在年龄的差异，慢慢走。突然1年多的时候提出结婚，我就跟他定了一个约定，我说我们2个就这么慢慢顺其自然的走，不着急结婚。如果你觉得我耽误你了，你可以选择离开或者去找别人，我祝福你。因为我不想在一个不成熟的条件下结婚，这样我的压力会很大。等于在你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你就说我们不结婚是吧？不是说不结婚，我是说不着急，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工资很少嘛，至少等我在上一个登记的时候，才能给他那些所谓的东西。可是我听说你们连婚纱照都拍了婚纱照，为什么还闹到这样？这个是他的一个阴谋。不是，这个怎么是人家的阴谋呢？当时他的朋友开婚纱影楼，然后他就说需要2个模特，当时我就很大疑虑，为什么找模特找我这种的呢？比例很不协调，然后又这么胖，特殊型号的。他就说他的朋友就需要找这种平民化的。对呀，多然后接地气儿的普通的老百姓。哎，对呀。然后他说还给500块钱报酬啊，就跟他去了。结果去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是他策划的一个阴谋。怎么发现的这个阴谋呢？因为当初说去的时候，他朋友跟我们俩承诺的是写真照。但是您见过写真照穿西服、穿礼服、穿婚纱的吗？当时为了戳穿他的阴谋，照了几张，我就赶紧走了。这怎么人家就跟你照个这种相，怎么就阴谋呢？因为他中间不是这第一件事了，他中间很多事都在向我逼婚，完全违背了他当初答应我的条件。你再给我举一件事儿来证明这是个阴谋。他经常玩自杀，就这手拿着刀片，这手拿着电话，然后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接不了。不是，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接不了，因为我在开会。我可能会出差，我接不了电话，然后呢，他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，让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就在家里要自杀了。对呀，那当时我多着急，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回我，你不是不接都是关机，我多着急，我当然会给你的朋友打电话问你在哪儿呢，你得知道我心里是有你的，对吧？那我开会呢？那我出差呢？手机静音呢？没电呢？你都考虑过吗？然后呢，我就赶紧回家呀，毕竟人命关天。推开门一看，
他就在那儿类似于拉着小提琴的姿势，在那儿捏刀片。什么样的刀片啊？对，反正你要是不赶紧来的话，我真的撕给他看了。啊，这个菜刀也拿过，刮胡刀片也拿过，啊，水果刀也拿过，啊，瑞士军刀也拿过，啊。你们家刀的种类还挺多。你说这要是出了名咋办呢？然后赶紧去制止他。不是，他是打电话说你不回来我就自杀，还是说你要不娶我就自杀？都有。真的，姑娘。因为你看，我都比他大好几岁，2年时间对我来说也不短了。但是你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吗？当初咱们两个写定的是。对呀，那是1年之前那么答应你。对，因为咱们两个感觉很好。哎，咱们慢慢相处。这我觉得人家表明了一种迫切结婚的心情。我跟他说的很好啊，我跟他有约在先啊。我说我们两个就这样慢慢下去，顺其自然。到什么时候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得有个终点呀。等到我这个条件成熟点稍微再成熟一点我觉得我可以了，结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是。然后他非得苦苦相逼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就这个婚纱照的事，对，那我的朋友都结婚了，现在人尽皆知啊，整的我。明明就是一个未婚小伙，给我贴上了一个已婚男的标签啊！啥叫贴上了已婚男的标签？给我贴上已婚男的标签，我都撕不掉了。然后他周围所有的朋友同事全知道，我周围所有的朋友同事也全知道。后来朋友他们都祝福我嘛，我就问呢，我朋友我说怎么都恭喜我结婚呢？什么快结婚什么意思？我就问啊。那接收到朋友祝福你不感到开心吗？他居然就用这几张照片传到了网上，说这就是我们的婚纱照，说马上要举行婚礼。我说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说你要办婚礼，你也跟我商量一下啊。对呀，那咱们的朋友啊、亲戚也都挺看好咱俩的。他怎么就成了婚纱照了？明明是你说的找特型模特给500块钱吗？然后你这完全就是他的阴谋。我现在知道马季老师那个宇宙牌抢眼为什么那么火了，就是唐山话太有色彩了。他就除了这个自杀、拍婚纱照，其他还好吧？嗨，多了去了。没事他就自己搞一些小阴谋啊，床头柜放温度计，没事呢，他写一些东西在一个纸上，密密麻麻啊，一般人看不懂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些东西，我就很莫名其妙，到底怎么回事，有什么情况呢？我就开始问，我就上网查呀，找朋友问呀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他这个是推算这个排卵期呢。那我想，我一看这明显了是宝宝，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跟你结婚了。那有宝宝不好吗？一个女人给你生孩子多伟大呀！你不感觉到幸福，不感觉到，你还不夸夸我，你还抱怨我。如果说按照咱们俩之前约定的顺理成章的结婚也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你总这么闹，这就有奉子成婚逼婚的可能性。还有就是他的朋友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一天换一个，干嘛呢？就组团逼婚。就说你们俩赶紧结婚吧，很合适啊，怎么着？都知道咱俩好了2年了，那都是想让咱俩赶紧结婚呢。那我的朋友、你的朋友不也都结婚了吗？那孩子都生了，现在都有的都要2胎了。我说我弄不着。你们倒是赶国家政策赶得挺快。那你说你想要结婚，你好好说，好好商量，你也不用闹这么多出阴谋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就心机太重。这使什么心机了？自杀还不算心机啊？你受得了吗？一回家就要自杀，一怎么就要自杀？这你受得了吗？让你在乎我吗？你在乎人有这么在乎的吗？万一第1天结婚了，第2天早上起来成一具尸体了，上哪儿说？不是，你让大伙说说害怕不？我跟你说。第1天结婚，第2天一定不是尸体，是第1天不结婚，今天结不了婚，明天有可能成为一具尸体。我就极其的反感这种被逼迫的状态，造成了我现在心理压力也特别大，而且她还假怀孕。然后当时我已经推迟了10好几天了，我以为我都怀孕了吗？她推迟10好几天之后，她居然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我父母的电话，给我父母打电话，在你手机里头找的，说她是我的女朋友。说你们认识2年，居然都没见过父母啊？小伙子，你可不对啊！你就算顺其自然，父母得见吧，也算个定心丸。为什么不让人见啊？我不是说不让他见，我第1年我俩谈的挺好的时候，我准备让他见的时候，发生了很多事儿啊，然后又接着让我感觉到很压迫，很多阴谋，所以说我不敢。好，懂了，不敢了。接着说。然后你说他也不搞清楚，然后打过电话就给我父母就说一顿说。甚至他都提到结婚了，我父母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也知道是人家的，然后就给我打电话，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骂，说如果是人家，你赶紧带人家回来见面，咱们赶紧吵吵结婚，必须得负责任。那就是都结婚呗。就你打电话跟他父母说你怀孕了，必须得负责任。那我着急呀，我以为我怀孕了。我父母说必须得负责任，怎么着的，然后我就赶紧核实这个事儿啊。结果过
过了那么10几天，他又正常了。我说的只是个意外。那你说这不是阴谋，这是啥呀？给我父母气够呛，万一气出个好歹来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哎，你那么急着结婚干嘛呀？那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家里人也催得着急。那他挺年轻的，那他要是跑了咋办呢？我不都说了吗？都2年的时间不都白搭了吗？我都跟你说好，约定好了，中间你跑不跑？约定好了。如果说顺其自然，肯定不跑。但是他这么逼我，现在就想跑。那你越跑，我肯定越着急啊。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你一把沙子攥手里，越攥越少吗？最后都没了吗？你不像沙子呀！我现在完全感觉不到顺其自然的幸福，我感觉到的全是咄咄相逼的阴谋。好，啥叫阴谋啊？我咋阴谋了？我觉得我是用心良苦。好，一个说咄咄相逼的阴谋，一个说用心良苦。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事儿啊，挺难呐。其实能理解这位女士的这个她的着急哈，这想法能理解，毕竟比她大5岁，就怕她跑了。但是呢，这位女士，你的几个做法，我真的是劝你以后真的别再这么玩了，就是拿刀片这事儿。他说的本身有点严重了。我能感觉到当时您是怎么做的。女人如果有这种动作的话，是挺让男人觉得。一开始从害怕之后是看不起了，可不了。你越想提起他的重视之外，你越在他心里会变得轻。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视，你如何让他重视你的生命？另外，兄弟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他在一起？我之前说的很清楚，跟他我说你现在想不想跟他在？我觉得你就是你们2年了，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？如果说顺其自然很幸福的话，那当然很愿意在一起。您这个顺其自然，我就不是这个顺其自然是一个很虚的一句话。我觉得您首先给人家就没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承诺，顺其自然了，咱们走走看了。全都是未知，点儿。不是说未知，老师，我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说我说这顺其自然的时候是一些很正常的发展下去，然后彼此好感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结婚不是问题。但是我不需要这种逼迫、这种手段、这种算计，而且我觉得他心机太重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，你们俩就顺其自然吧。现在还真的有蛮多女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。对于女生自己来讲说，我在争取我的爱情，我在保卫我的爱情，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，她不应该付之东流，她必须有一个结果。那我就想跟女生说，你这个不是在谈恋爱，你是在胁迫一个人。你是在要另外一个人来承担你的生命结果，要另外一个人负责你的幸福。不要以为这是爱情，这绝对不是。一个自己都无法承担自己生命责任的人，更无法爱其他任何人。姑娘，我就帮你支支招吧。当初我想娶我太太，我比我太太大11岁，人家是不着急啊，23、24岁，我30多了，怎么办呢？要采取你这些办法的话，早跑了。我采取的办法是，给她勾勒婚姻之后的幸福生活。这种勾勒不是说采取各种逼迫的办法，众人皆知的办法。我会告诉她，你看，如果我们2个在一起，我想对你好一生一世。我们应该要1个孩子呢，还是要2个孩子呢？他说啊，就要1个就行了吧。我说不，应该要2个，甚至2个以上。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开始讨论，代入感知道吗，姑娘？代入感不是说牵头驴瞪着他的那个缰绳往里面拽，而是拿一个香蕉逗那猴子，哎，来吧，他自己就跑过来了。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方式。半年之前我用过你这招哦，硬不吃。小伙子，我觉得这姑娘你们俩看上去真的还挺有夫妻相的，你就从了她吧，何必呢？都闹到这儿，你又逼婚，你看啊，他就烦这个。涂老师来，把自己的丈夫用绳子捆起来，用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说爱我，不说我就杀了你。如果你不说，我就直接把床单给点了。这就是90几年的一个非常火的电视剧，叫《过把瘾》当中的方言和杜梅，你跟那个杜梅是几乎一模一样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是在爱着方言，甚至最后他们已经离了婚。方言就是不从了，我就是不愿意。平时我特爱吃的一碗面，我可以稀里哗啦3秒钟把它吃完，但是你今天拿刀逼着我吃，我就觉得这里边有猫腻。所以说，在婚姻的结婚现场，我问你愿意吗？他是说我愿意，不是说我同意，也不是说我被迫愿意，而是要欣然的接受。我有一点非常弄不明白，
当你笃定要爱一个人，陪他到老的时候，有什么好急的呢？你想好了，这辈子我就爱他一个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我有什么好急的呢？你跑我就跟着你喽，你走哪儿我就在旁边照顾你啊，看着你喽。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给予我所有能够给予的喽，有什么好急的呢？说穿了，像陶老师所说的，这种爱值得怀疑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不要说整什么细水长流、顺其自然呢，就是还没到爱结婚的那个份儿上，我还不够有那么爱你们之间的爱是不匹配的。一开始我是很爱他的，但是后来被他这么折腾来折腾去。但是有些事情，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想法来考虑啊。有哪个女人吃饱了撑的要跟你生个孩子呀？她如果不爱你，为什么要跟你生个孩子？她不爱你，为什么要整这么多事儿？她不嫌折腾吗？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，哎，还确实是挺伟大。差就差在你不是很喜欢他，所以这些事儿都变成了烦心事儿。最后送你们一句话 ，Tiger 说的：“爱不占有，也不被占有，爱只是在爱当中得到满足，对不对？”我觉得它代表了很多现在大龄女性的一种思潮。就我都时间搭给你了吗？我当然期待的就是一段婚姻。当你碰到这样女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不能满足她，你就应该跑，恋爱都不要谈，真诚的面对自己吧。爱得够，给得起就给；爱得不够，给不起就跟人家说清楚。我现在要想通了，通过刚才老师给我一个提醒，我也决定了，我也下决定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好，以后你也不用再找什么这种借口了，你也不用再什么逼婚了。你这样吧，想清楚再说，有些话，把最想对对方说的话告诉对方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走在一起吗？如果你们觉得可能性大，请选赞成；如果你们觉得可能性小，请选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现场有63.64%的观众朋友觉得不是很看好，他们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们来听一听哈。我选择的是不看好。为什么呀？刚才那个男嘉宾跟那女嘉宾走对面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眼睛里感觉一点联系都没有。你的选择是什么呀？我选择支持他们在一起。我觉得俩人在一起挺合适的，看起来特别顺眼。听一个男性观众的观点，我觉得他是应该说只是享受这个过程，但是他是谁？男方哦，男方，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责任担负起来哦，只是享受爱与被爱的过程，而没有把自己身为男方所需要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。好，谢谢你的分析啊，谢谢。好了，观众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，那个箱子里面的秘密，会不会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，是大家非常关切的。接下来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的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
个括号。女孩很善良，女孩的做法是把男孩的箱子让工作人员带走，就意味着说女孩愿意帮助这个男孩保守他自己的秘密。而男孩自己离开了，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，这个箱子里的秘密是要被公布出来的。你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，没关系。是我写给他的一封信。